大家好，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妊娠期高血压综合症，我们简称叫妊高症啊。这个病呢其实是比较常见啊，就是在这个孕妇这个阶段，应该说需要引起重视啊。现在这个发病率其实应该说并不太低啊，属于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那么从咱们学习的角度讲呢，对于妊高症也是一个考试的一个重点啊。我们在考试的内容中呢，最重要的是考核大家对于这个妊娠期高血压综合症它的几个分级啊，它是不同的阶段，那么从轻到重有不同的表现啊。我们今天呢主要就聚焦在这一点上啊。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这个在孕期的高血压啊。怀孕期间的高血压呢，它第一个它有可能和原发性高血压是并存的，也就是说这个孕妇她可能之前有原发性高血压，但是呢怀孕期间呢又产生了这种叫孕期的高血压啊，所以它有可能是两者同时存在。那么为什么我们要非常重视这个情况啊？因为这个妊娠期的高血压呢会导致一些很严重的对于这个母亲或者胎儿造成的一些很严重的危害啊，比如说胎盘早剥啊，大家可能知道啊，胎盘早剥呢是直接影响到这个孕妇和胎儿的生命安全啊，这是一个特别严重的一个情况。那么包括急性的肾衰呀、肝破裂呀，包括流产啊、胎儿宫内死亡，那么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特别重视这个孕妇的血压啊，不能让它太高，太高的话会出一系列的问题啊。那么什么样的人他容易得这个妊娠期的高血压呢？啊，我们看有一些高危因素啊，比如说孕妇小于20岁或者大于40岁啊，也就是说年纪太小或者太大啊，包括第一次怀孕啊、肥胖，这个多胎妊娠啊，就是可能怀有双胞胎甚至3胞胎甚至更多啊，那么这个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啊，包括慢性肾病啊，原来就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母亲和这个胎儿呢 RH 血型不合啊，包括葡萄胎啊，包括这个孕妇有家族史啊，家族里就有这种妊娠期高血压的病史啊，包括这个孕妇之前得过妊高症啊，比如说第一次生孩子，她就有这个情况，那么这一次可能第二次生或者第三次怀孕啊，她这个怀孕期间可能出现妊高症的几率就会更大啊。好，我们先看这个。那么妊高症，咱们刚才提过，它分几个不同的阶段啊，这就是咱们总体上来看一下它的分期。最轻的叫做什么妊娠期高血压，这是最普通的啊 ，gestational hypertension 啊，这是最轻的。那么比它重一些的就是什么先兆子痫啊 ，preeclampsia 啊。那么当然，先兆子痫呢，我们分为轻度和重度啊，这两个肯定程度是不一样的，是吧？轻度呢，相对来讲危害也不大，表现也没有那么很严重。但是到了重度先兆子痫，这个就必须要特别引起重视否则的话，可能风险就会比较大。那么再进一步，那就是出现了子痫啊，这叫 eclampsia 啊。它和第二个的区别，第二个是先兆。啊，前面有个 pre， 那么这就已经是确定是子痫了啊。什么叫子痫啊？其实就是这也是一个中医的名词啊。痫呢，主要是指的什么癫痫发作就是抽风。为什么叫子痫呢？是因为这个孕妇怀有胎儿啊，也就是说它是由于这个孩子引起的这种抽风，所以命名为子痫啊。那么最后这个叫 HELP 综合征啊，这个是可以说是最严重的一个情况啊。下面我们就依次的呢，把这几个不同的情况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最轻的gestational hypertension 这个诊断标准，第一个20周以后啊，第二个血压超过咱们说 WHO 的血压标准，但是呢没到160、110啊，也就是说收缩压是140到160之间啊，舒张压是90到110之间，那么这个是
它的这种血压的范围不能太高啊。那么同时呢，没有蛋白尿，没有器官损害啊，也就是说它只有一个高血压，而且这个血压高的还不太严重，那么这就是最轻的一级啊。它的特点呢就是没有什么症状，或者稍微有一些症状啊，什么晕呐，是吧？什么不舒服啊，这都很不具有一些特异性啊。那么产后12周内呢，这个血压就基本上慢慢就会恢复了啊，到正常。这是妊高征里边是最轻的一型。那么我们看第二个啊，叫做轻度的先兆自限，它的诊断标准同样血压还是大于等于140/90啊，没到那个160、110啊。这个咱们下一个重度那就已经到160、110了。这个蛋白尿呢是大于300毫克每24小时啊，或者说就是这个尿蛋白呢1到2个加号啊。那么没有严重的器官损害啊，它可能有什么呢？轻度的水肿，可能有轻微的头疼，是吧？但是呢，这个呢，就是说你要引起重视了，也就是说，一旦这个孕妇出现了妊娠期高血压的早期表现啊，血压大于140/90啊，那么还有轻度的这种水肿啊，或者是尿蛋白你查到有1个加号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基本上就可以认定它是一个轻度的先兆自限。那么该采取措施就要采取一些措施啊，否则你不管它的话，有可能慢慢就进展为重度。那我们再看这个重度的啊，那么它的标准呢就已经到什么160、110了，对吧？这个血压就上来了，同时它的蛋白尿的量也多了，是吧？这500，那么就相当于什么3到4个加号啊。那么它呢就出现了严重的器官损害啊，咱们右边随便用一个就可以啊诊断了。比如说血小板小于这个100啊，那么 ALT、AST 啊，就是转氨酶明显的升高啊，还有什么肾功能损害，比如说出现了少尿，出现了肌酐 creatinine 的这种升高啊，有持续性的头疼、视物模糊啊，右上腹或者是上腹疼痛，这个都意味着什么？肝脏有问题啊，有肺水肿，这就比较严重的了啊，包括胎儿生长受限。这个阶段那就是特别要小心了，这已经很高危了，母亲的和这个胎儿啊，这个风险就非常高，那么必须要住院处理，甚至就是说，如果可以这种，比如说提前的这个终止妊娠啊，那么就该终止，否则这个对于母体和胎儿的这种危害会很大。好，再进一步这就到子痫了 ，eclampsia。那么子痫呢，它是在什么？在这个先兆子痫，有的时候我们叫子痫的前期啊，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那么出现了没有用，就是无法用其他原因解释的这种抽风啊、抽搐或者是昏迷啊。那比如说你有其他明显的原因可以解释，那就另当别论了，是吧？你比如说真的。这个病人他本身这个孕妇没准就有这种癫痫病，是吧？在之前就有过诊断过，或者是突然的发现他脑部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脑出血或者什么引起的，或者脑梗塞引起的，那么这都是有明确证据。但是他呢就是说排除了那些问题啊，那么你没有办法用其他解释，而出现的这种孕妇的这种抽风抽起来了啊，那么这个可以诊断为是子痫啊。那么它呢可以发生在产前、产时，也就是生产过程中啊，包括什么产后，这是一个特别严重的急诊情况啊，需要马上的用特别迅速的这种应对啊，才能保证这个母亲和这个胎儿的安全。那么怎么处理？首选的就是什么？用硫酸镁啊，硫酸镁呢，这个药其实在临床上用的不多。但是呢，唯独是什么，在这种治疗产科的这个子痫啊，这个时候是可以说是一个首选药啊。那么它主要是什么？抗惊厥、抗抽搐啊，抑制神经元的这种反应。用这个可以说很快就能把这个抽搐就给缓解掉啊。但是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啊，要小心什么呢？镁有可能会由于它的剂量的问题啊，包括敏感性的问题，这个会出现镁中毒啊。那么一旦出现中毒，它可能也会有很大的危害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些早期或者说中毒前期的一些表现比如说腱反射这个我们比如说可以查这个孕妇的膝腱反射或者是跟腱反射你发现这个腱反射明显的减弱了或者是它的尿量已经明显减少了，这都要特别小心那么当然重一些的说镁中毒已经很明显了，那有可能引起什么呼吸的变化呼吸次数都变慢了这个心率也不齐了出现了心律失常包括这个意识都已经昏迷了，那就这些这就很典型的这个中毒了。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一旦发生马上要用葡萄糖酸钙来解救这是一个特效的拮抗剂静脉用这个葡萄糖酸钙可以治疗这个镁中毒当然我们在输液过程中，就是用镁的过程中，用硫酸镁的这个过程中，就必须要非常密切的监测病人的腱反射和尿量好，说到最后这个 HELLP 综合征，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 HELLP 综合征它其实是在什么重度先兆之前伴有肝功能损害的患者这是最容易出现 HELLP 综合征的。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实验室的诊断，而不是一个临床的诊断。当然呢，这个实验室的诊断，它在临床上也有反应也有它的表现这个并不矛盾。那么这个呢，是妊高中中最严重的一型就是危害最大的一型。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诊断标准那么这个 H 第一个字母 H 指的是什么 ？hemolysis 溶血。那么溶血会有什么？实验室的表现，那肯定就是贫血的表现，对吧？血红蛋白红细胞这个计数都下降，是吧？那么当然，病人呢，他也可能有症状，比如说这个皮肤颜色变得苍白，或者是有黄疸这都有可能，这都是溶血的表现。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这个 EL实际上是什么 ？elevated liver enzyme 就是这个肝脏的酶升高实际上我们说肝脏的酶主要就是转氨酶ALT、AST， 那么它上升那么病人的表现可能是什么呢？上腹部的疼痛、恶心呕吐这个其实都和肝脏有关系那么还有这个最后这个 IOP 是什么呢？指的是 low platelets 就是血小板计数下降那么血小板的数比较低了，对吧？然后呢，它的临床表现呢就是出血和 DIC 稍微碰一下皮下就一片紫这个甚至有一些严重的内脏的出血那么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那么我们这个 NCLEX 的考核的重点我们其实就是把这几个总结一下，让大家一块来复习一下第一个，我们看左边第一列呢是不同的分级，从轻到重，然后他们的血压的变化从低到高，是吧？蛋白尿呢从无到有，那么器官损害从无到有，到越来越重。很抱歉那么这个其实呢有一个要说明的是什么呢？最后这两个最严重的这个子痫和这个 HELLP 综合征，这两个的诊断呢，其实不一定就是说非得要比那个重度先兆子痫的血压还要高或者说它的蛋白尿就一定要比那个重度先兆子痫的还要重那倒不一定。诊断子痫最重要的是什么？抽搐昏迷这是它最重要的标准。至于说血压是不是一定得到160、110以上不一定都是蛋白尿是不是必须得3个加号以上也不一定。包括HELLP综合征也是虽然多数情况下它的血压会很高，但是呢，你并不能因为说血压没达到这个160、110，你就否定它的 HELLP 综合征因为我们诊断 HELLP 综合征它的最关键的点也是说那几个实验室的指标这个像那个溶血是吧？血红蛋白的指标转氨酶的指标和血小板计数有了这几个，它的诊断基本就构成了
不能说因为它的这个尿蛋白就一个加号，你就说这个没达到海普综合征啊，这个不能是说太机械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就和大家分享了这个妊娠期的这几个不同的高血压的分级啊，那么也希望呢，大家能够把它们都辨别得很清楚啊，能够灵活运用。好，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各位，欢迎大家的点赞、订阅、分享，再见。